上一期视频带大伙儿看了阿尔法 Max 他们家的3款布衣迪迦，这期就把他们家剩下的几款产品给讲完吧。大家好，我老牛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布衣的戴拿、盖亚、阿古如。老规矩，3连给上，我们直接开始。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啊，整个2级市场目前炒的最贵的一盒，就是这个布衣的戴拿奥特曼。几年前刚出货的时候，我记得也就500-600的样子，现在我的购入价是1499。OK，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全系列炒的最贵的海景房素质到底怎么样吧。这个戴拿是系列第2款产品，但是它整体相较于第1款迪迦来说，我觉得提升还是挺大的。首先它的头雕还原度是远比迪迦要高的，其次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整体的一个皮套也比迪迦要更贴身，身形曲线要更加自然。这边给各位感受一下这款戴拿的身形以及头雕还原度，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当然我知道大伙儿最想看的果然还是注入灵魂的这一刻，果然这个灯一亮起来，它这颗头雕整体的感觉又更好了，我感觉效果会比真骨雕的那个大灯泡眼要好很多，真的。然后这款戴拿的一个可动性相较于迪迦来说是提升了非常多的，很多迪迦摆不出来的姿势到了这款都可以摆出来了。但是啊，凡事都有个但是，这款应该是皮套质量最差的一款了，屁股后面这一块做大范围动作的时候很容易崩开啊，我看市面上很大一部分都有，这个应该是通病，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中奖，而且素材拍到后面，随着我把玩的次数越来越多，它后面的这个破损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这就很膈应人了，很垃圾了啊！一个1-2千块钱的东西买回来，它并不能让你愉快的把玩，所以说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推荐各位去买这个戴拿，真的很没性价比。不知道 A 厂会不会后续对这款戴拿做一个2.0的重置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戴拿的配件，说实话真的算不上多，这款里面附属作为这个磁控开关的闪光键，造型还是做的挺不错的，上面的涂装很好，还做出了这个开合的结构。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索尔杰特光线的表现效果，本身整体的造型就特别好，再加上一些恰到好处的渐变涂装以及末端银色的高光涂装不管哪个角度看它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当然我们也可以摆一个星光战士的名场面，各位可以感受一下。然后里面还给了这么一个戴拿切割的特效键，就相当于是戴拿使用的8分光轮嘛，效果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比较常规。这款里面比较意外的就是给了这么一个屏障的特效键，这个特效键整体的一个能量流动感啊表现的都很好，整体也很有质感，尺寸也很大，是我这款里面最喜欢的特效键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盖亚，这款我的购入价是800块，我记得前年刚出货的时候也就500多，时间久了还是被市场给抬上去了。我们看到这款的本体，这款盖亚的身形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也就是相较于上一款戴拿来说更加自然了，做得更好了。但是这款的头雕给我的感觉就不太对了，在不亮灯的情况下，感觉眼睛的形状有点奇怪，是不是有点棱角感太强了？我们也可以把我认为做的要更好的真骨雕的头雕放旁边，各位可以感受一下，确实是这颗头做的有点奇怪了。当然这颗头雕以上的问题在你把灯点亮以后就会好很多，只能说亮灯还是太超模了，不管再唐的头雕亮起灯以后就感觉有了灵魂，各位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盖亚对不对位。这款里面的配件差不多是这样，依旧是越做越好的变身器啊。特效键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光子冰刀，末端是做出了这么一个微微弯曲的效果，这样它整体的一个张力会更强。然后里面附属的这个量子流线整体也挺漂亮的，上面还做出了一些我很喜欢的这种镂空的效果出来。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款的可动性摆出量子流线的姿势还是稍微有些吃力的。里面还有这么一个盖亚切割的特效键，这个特效键装在人偶上面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还有这么一个光剑的特效键，整体是一个全金属色的涂装，可能是想模拟高光的效果，但是说实话其实效果很一般，我个人觉得是不如用透明色来表现的。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最后一款就是这个阿古如，目前它的市场价是在500块钱的样子，前2月还只要400多，现在还有点回弹了。不过我觉得这款的素质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它是除了强敌以外最便宜的这个 A 厂布衣奥特曼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注入灵魂吧。这款我觉得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配件真的很多，玩法很多。首先是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来说全系列最精致的一个变身器啦。凑近了看，上面有这个相当小、相当精致的这个图案印刷。然后同样的剧中这个开合结构玩法也有保留下来，还可以旋转，真的感觉就像是把变身器同比缩小了一样。这款应该是 A 厂首次尝试在特效键里面加入灯组，这个光子螺旋里面是内置了一个发光机构。上期我们也说了，特效键可以发光，以
以后，对整体的一个质感表现是有相当大的提升的。然后还可以通过替换半边的方式，让它还原这个双手把这个光子螺旋发射出去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效果呢，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个阿古如里面也给了一把光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质感表现很像，但是它与盖亚里面附属的那把光剑是完全不同的。装在阿古如上面，效果差不多是这样。哎，我觉得逼王的这个气质还很适合这把光剑的，耍起来真的是太帅了。然后里面有附属这么一个阿古如的光子粉碎机特效剑，这个是直接带着整颗面雕一起替换的。之前盖亚的光子冰刀是直接一整个卡在脑袋上的嘛，我觉得这一处优化是为了防止蹭漆而设计的，而且整体安装的牢固程度也比盖亚要高很多。然后这个阿古如里面还捆绑了这么一个盖亚光子冰刀的特效剑，整体和阿古如的这个光子粉碎机基因只是在头部有一点区别，光线部分是完全一样的。盖亚里面附属的那个光子冰刀是做出了一点弯弯的造型效果嘛，这个就比较偏向于正常发射出去的效果。除此之外，这个阿古如里面还附属了一个阿古如切割啊，就是把盖亚切割头目换色一下啊。最后我们看到这个阿古如流线依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涂装，我们就用它来收个尾巴。OK， 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就看完了所有的 A 厂奥特曼。他们家真的是每一年都在进步啊，然后距离迪迦 2.0 出货也越来越近了。玩完以后，我也是非常期待那款产品，到时候一定会买一支跟大伙儿分享的。然后看完了，如果觉得视频质量不错的话，不要忘了一键3连哦，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